救女入场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你觉得第二排第一个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皇上，您看这边黄色衣服这个姑娘怎么样？见我一面。母后，他们合伙欺负我。母后，是谁这么大胆子，竟然伤了太子？孩儿也不知，那群人不像是宫里的，他们打完我就跑了。可有看清他们长什么模样？还真看清了。苏联安，救女退场。为了揪出行凶者，就有劳各位夫人小姐了。凡是提供线索者，必有重赏。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说。奴婢路过御花园，发现太子和寿安郡主起了争执，不知寿安郡主可否知晓此事？太子和寿安郡主起了冲突。母后，那个女人不在这里。你可看仔细了？还真看清了。众夫人小姐可否到齐啊？切不可隐瞒。就是他，母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欺负我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女是无意间才推倒了太子。燕儿，到底发生何事？他为何伤你？儿臣也不知道，儿臣在那儿好好的，这女的无缘无故来推我，然后就跑了。安儿，可否看见始末呀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奴婢也不知道此事的详情，娘娘不妨问问寿安郡主。薰儿，你可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郡主，你倒说呀！薰儿，快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今日之事是误会，三小姐误以为薰儿被欺负了，更何况三小姐确实不知那是太子。才不是，他明明就……好了，今天是1年1度的正阳灯会，大家应当万事以和为贵，切勿再生事端。退下吧。主子，急什么？这件事情，太子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。臣女的这个三妹从小刁蛮任性惯了，臣女在此替她给您赔个不是。皇上这态度，怕是被那狐狸精给迷了去，才如此对待太子，真是替太子惋惜呢。你真觉得本太子没有错？当然。清河，小姐，这太子也太可怜了吧！身为皇子，被三小姐一个庶女给伤了，竟然还得咽下这口气。太子明明是受害者，是怎么皇上也不为他做主呢？休要议论，让人听了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太子却没错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大胆！
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太子和尹三小姐打起来了。哼！快走！太子这是何意？竟敢迷惑父皇！父皇傻，我可不傻。本太子要重重罚你50大板，看你以后还敢！来人！是，还不住手！燕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请陛下恕罪，太子年幼，刚刚那些不过是无心之言。太子的确年幼，不过太子身为储君，日后掌握生杀大权，若是以后动不动就打人，置人于死地，怕是会落得一个凶残之名。淑贵妃言重了，燕儿不过是无意说的几句玩笑话罢了。从明日起，燕儿入学国子监。母后，母后，燕儿不想去国子监，燕儿不喜欢。身为太子，应当入学国子监修身养性，太子就莫要再推脱了。你这臭女人，给我闭嘴！闭嘴！太子齐红艳即刻褫夺储君之位。上！来人，对，将太子给朕绑下去。皇上，太子体弱，还不将太子带下去？是。父皇，燕儿，朕不敢了。燕儿，母后救我！苏公公，传朕旨意，尹三小姐不敬皇子，出手伤人，等会结束后即刻入感业寺，望其静思起过。太子齐红艳立刻入学国子监。皇上，休要求情。这 nice。我和他们演了一天戏，饿死我了。还是古代好，不打农药，有机水果，环保健康。娘娘今天实在是冒进，又是掺和太子被罚，又是要奴婢弄坏尹小姐的衣裳，真不知道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如果说有一只苍蝇专门来恶心你，你会不会把它赶走？自然是要赶走的。既然我已经挡不住这只苍蝇进入我的地盘了，那我就让它知道，我这条路没那么好走。可是，奴婢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到底谁是苍蝇。对啊，这尹清河看起来也不像预料之中那么难搞，难道是我狭隘了？小姐，您这一次可太冤枉了，明明是那太子先动的手，您也不做辩解。竟然还罚我们去感业寺反省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不要议论这些了，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可言？好了，走吧。对呀，世上之事本就没有公平可言。如果事事都公平，就凭你，也配做尹府的三小姐？也不知三小姐这般作践自己啊，是为了什么？奴婢真替三小姐觉得不值啊！真以为能入宫陪伴寿安郡主，便有机会成为皇上的宠妃？真是痴人说梦，痴心妄想！你们，你想怎么样？景儿，退下。小姐，退下。姐姐教训的事，妹妹知道了。哼，谁是你姐姐？你看你那副样子，真让人倒胃口。秀儿，我们走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贱人。这个呀是火锅，辛辣爽口。这香味儿倒十分诱人啊。可不是嘛，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火锅了。如果你吃了之后不开心，那就再来一顿。舒贵妃哪儿学来的好手艺啊？一个大家闺秀，居然会做这种粗事。皇后娘娘，您这话臣妾就不能苟同了。正所谓民以食为天，
吃饭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，这天下百姓还有多少人都想过着吃饱穿暖的好日子呢？晴儿说的对，那就开席。我们开动吧，加点肉，白菜，好吃啊！娘娘，奴婢听说寿安郡主要求皇上减了他的禁闭，到尹府小住一段日子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皇上同意了吗？是昨日的事，据说是同意了，后日便离宫。后日？那安太妃同意了吗？安太妃哪能同意寿安郡主离宫啊？只不过寿安郡主这回像铁了心一样，非要闹着到尹府去。莫不是？不愧是女主，天选之人就是手段多。如果让他和寿安郡主走得太近，拿下皇上那是早晚的事。要干过他，拜托能不能给我一个外挂呀？这安太妃照顾寿安郡主多年，这寿安郡主一向乖巧懂事，尹清河到底有什么方法，居然能让寿安郡主违背安太妃的意愿出宫去？听慈安宫的人来报，说安太妃有意向莫太妃诉说不满，说尹三小姐经常教导寿安郡主做一些奇怪的事，让她好生担忧。有不满？那就是好事儿啊。太妃，舒贵妃求见。舒贵妃，她怎么来了？给太妃请安。舒贵妃客气了，快坐。太妃近日可安好？一切都安好。薰儿，快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薰儿见过贵妃娘娘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快请起。听说寿安郡主要去尹府小住，不知可收拾好了？都收拾好了。不过我这心是一直都放不下来。郡主年幼，又常年待在您身边，这要去寄人篱下，难免您会有所担心。可不是吗？谁不知道外面能有什么好事？如果不是薰儿与那尹三小姐交好，本宫又与那尹三小姐几次交谈，觉得那姑娘应该还不错，定是不允的。清河见过太妃娘娘、贵妃娘娘、寿安郡主。尹小姐请起。清河姐姐，尹小姐可是做了糕点？臣女知道最近天气炎热，寿安郡主没有什么胃口用膳，所以特意做了一些山楂糕。真好吃。寿安郡主肠胃疲弱，不适宜多食山楂糕。是臣女大意了。无碍。不知本宫可有口福，能够尝一下尹小姐的手艺？如果贵妃娘娘不介意的话，请下纳。小孩子脾虚胃弱是件大事，我宫里正好有一个食疗的方子，我这就命人回宫去抄了送来。贵妃娘娘不必麻烦了，晚些时候我让薰儿去贵妃宫里取，也认认门，怕是日后要多叨扰贵妃了。也好。薰儿，还不快谢过贵妃。薰儿谢过贵妃娘娘。太妃客气了。恭送贵妃娘娘。
姐姐，你还没有回府啊？你一个人去关雎宫路上无聊，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正好我要去贵妃府里学习食疗的事情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郡主一个人去贵妃娘娘宫里就够了，尹三小姐的身份，怕是够不到去娘娘宫里。嬷嬷说的是。不，要是千和姐姐不去的话，那我也不去了。郡主，嬷嬷，您先回宫吧。千和姐姐，我们一起去，走。怎么样了？回主子的话，御厨查了，御夜查了，并无异样。晴儿，看朕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奴婢告退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晋王今天带进宫的，朕觉得味道不错，就赶快拿来给你尝尝。看来有人吃独食，让朕尝尝。味道不错，但这不像是宫里御厨的手。这是臣妾从安太妃宫中顺回来的。哎，晴儿，你在看什么书？哪有人直接抢走的？快还给臣妾！郡主求见。薰儿给皇上、贵妃娘娘请安。臣女清河给皇上、贵妃娘娘请安。免礼，坐吧。陛下这是在看书啊？这本书我也看过，挺有趣的。贵妃的。薰儿，这份是手抄版，可千万别弄丢了，不然你可要自己重新抄写一份哦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指定弄丢，还是交给侯嬷嬷吧。臣女自知厨艺拙劣，不知这山楂糕是否符合皇上还有娘娘的口味。哼，这是你做的，此等厨艺就不必自谦了。谢陛下夸赞，日后臣女定勤加练习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邀请皇上还有娘娘一起品尝。尹三小姐对我们薰儿的照顾可真是周到呢，这么一个大热天都能陪着来进宫一趟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能够陪伴郡主是臣女的荣幸。陛下，让臣妾看看您看到哪一页了？是这儿啊。神女有心，却不知襄王有意还是无意。在朕的心里，神女只有晴儿一人。你想和皇上干柴烈火，我偏给你釜底抽薪。这个尹清河城府深重，我绝对不能再让他留在薰儿身旁。太妃娘娘，这尹小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她上赶着不就是为了去见陛下吗？只是居然利用郡主。哼，好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子，自己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可也不要拉上我的薰儿。吩咐下去，
寿安郡主小住尹侯府一事马上取消，不用再准备了。是，奴婢马上去办。娘娘，这尹三小姐分明就是利用寿安郡主打皇上的主意。你傻呀？现在才看出来？是奴婢迟钝了。你放心啦，就算我们不动手，这慈安宫的人啊，也容不下他。咱们自己动手，显得多不是高端玩家。高端玩家？奴婢不明白您的意思。你呀，现在就继续监视尹清河的一举一动，绝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明白。宫斗好累呀，我只想做一个快乐的肥宅。小姐这是想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哦，锦儿知道啦，小姐这是思春啦。哎，锦儿你不要胡说。那个，你去帮我问问皇上，他有没有喜欢吃的糕点，或者其他的什么饮食习惯之类的。好，锦儿这就去。红嬷嬷，小姐。嬷嬷不是说好后日才来的吗？那小郡主呢？哦，传安太妃的话，小郡主身体不适，不便出宫。三小姐不必麻烦了。话已传完，奴婢就不多叨扰了。小姐，那郡主房间不用了，下去吧。您不是说听您的话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？放心，我们还有机会见。什么？你说你想进宫？臣女请皇后娘娘助臣女一臂之力，臣女日后必誓死追随皇后娘娘。你凭什么认为本宫会帮你？舒贵妃现在正得盛宠，整个后宫都知道，皇上刚废了太子的储君之位，所以娘娘必须要亲近她。宛若她再生个一儿半女，那她在宫中的地位岂不是如日中天？就怕连皇后都要避其锋吗？既然你也知道舒贵妃此时胜券正浓，你又有什么把握能把皇上从她身边抢回来？就凭臣女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你说什么？数日之后，京城北郊将会出现流火，到时候会烧毁房屋数百，死伤数千。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要是传出去，你我都会受到牵连的。皇后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此类言辞只有你知我知。皇上，你拉我出来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人！
还有朕好看吗？皇上最好看了。皇上，谢谢你。皇上，出大事了！朕去就会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身为钦天监这么大颗流火，你没观察到吗？朕到底养你有何用？请皇上恕罪，臣夜观天象，根本没有丝毫异象。这流火的出现实在是匪夷所思啊！皇上，那你的意思是这颗流火突然出现的？是，皇上，他是有不祥之兆啊！传救。是。这尹清河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不行，此人一定要收为己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娘娘前些日子说喜闻清河身上的味道，清河特意为娘娘做了一个香包来献给贵妃娘娘，这里面呢装的都是娘娘喜闻的香料。可是清河绣工相对拙劣，请娘娘不要嫌弃。尹三小姐说笑了，这绣工可真是栩栩如生啊！尹三小姐费心了，是娘娘谬赞了。机灵，娘娘放心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免礼。北郊流火一事，想必你们都有所耳闻。今日本宫叫你们过来，就是想细说此事。朝廷既要支援边疆军务，又不能不管此次北郊一事，所以本宫决定做出表率，为朝廷尽一份力。臣妾必定会为皇上排忧解难。你被蛇咬了！
回事？皇上，娘娘被蛇咬了。晴儿，你没事吧？晴儿，娘娘，苏莲，传御医。是。晴儿，你终于醒了，晴儿。皇上，臣妾睡了多久？回娘娘的话，您都昏睡1天1夜了。皇上可担心您了，一有空就来看您，都来了5、6次了。哎呦，你个死丫头，要你多嘴！是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他那么紧张的样子，难道是爱上我了吗？不是吧，我终究是要回到现实世界的，那我不就成了玩弄别人感情的渣女人？算了，不想了，头好疼。你想什么呢？想得头都疼了。陛下，晴儿是在想昨日之事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皇上，怎么了？臣妾饿了。来，小心烫。多喝点。皇上，臣妾自己来吧。你别动，你现在身子骨虚，还是朕来吧。你可不能再受伤了，你要再出事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晴儿会一直陪着皇上的。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像晴儿一般，那该有多好。全天下只有一个晴儿，皇上贪心。是朕贪心了，朕有一个晴儿，也心满意足了。晴儿想一直都陪在皇上身边，朕也会一直保护好你的。皇兄，查清楚了，昨日之事确实有人刻意而为之。朕的后宫果然是人才辈出，一个比一个足智多谋。可惜都化作了女儿身，浪费了这一腔的雄韬伟略。皇兄，此时后宫各股势力正蠢蠢欲动，不宜轻举妄动。朕明白，不过昨日之事，朕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这偌大的皇宫，朕还有一处清净之地吗？还好有晴儿在这里。
你觉得晴儿还是以前的晴儿吗？皇兄此言何意啊？皇兄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清河在此祈愿，愿菩萨保佑天下苍生，保佑北郊灾民，保佑这个世界不再有灾难。这不是尹三小姐吗？皇上，尹三小姐许的什么愿？臣妾祈求菩萨保佑天下苍生，保佑北郊灾民，保佑这个世间多一些善，少一些恶，多一些温暖，少一些寒冷，多一些真诚待人，少一些勾心斗角。尹三小姐身体如何了？太医医术高明，腿伤已好，再过几日我便可出宫了。不知贵妃娘娘如何了？她好得很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臣女就先行告退了。皇上，尹三小姐没事吧？是清河冒昧了。朕送你回去吧。皇上，怎么？难道你不乐意？臣女只是想，皇上能否换我一生清河？主子，您醒了。皇上可曾来过？回主子的话，您睡下后，皇上就离开了，不曾来过。我没事，你去休息吧。是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皇上可待清河温柔些。晴儿，晴儿，晴儿，不管你把我当成谁，我尹清河早晚都会得到你的心，彻彻底底。主子，一大早上这么慌慌张张的，
都是该嫁人的年纪了，再这么冒失，小心以后没人要你。主子，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隐士清和，贤良淑德，秀外慧中，深得朕心。特招入宫，封3品婕妤，赐储秀宫主位，常伴君侧，钦此。臣妾领旨，叩谢皇恩。传陛下口谕，皇后因前日之事受惊不少，身体抱恙，应在坤宁宫中休养，而无暇照看六宫。特令淑贵妃协理后宫，望众妃各司其职，和睦后宫。皇上这是……苏公公，本宫要见皇上。皇上一早料到娘娘会有如此反应，特地嘱咐奴才跟娘娘说一些话。娘娘宫中的小顺子架不住用刑，全招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既然那狗奴才居心叵测，想连累主子，那就干脆不要回来。望娘娘三思，奴才告退。这样看来，难不成整件事的幕后黑手竟是皇后？真是投机不成蚀把米呀！妹妹一定要恪守职责，否则到手的美差恐怕就要飞了。谢皇后娘娘教诲。都退下吧，尹婕妤留下。毕竟刚入宫，本宫还有些事要吩咐。是。跟皇后有关。此事绝没那么简单。这征兆，莫不是那先皇一女敬阳长公主？书里说，战场救下先皇，被先皇收为义女，与众皇子公主不和，差点沦为夺嫡一世的牺牲品。最终先皇一旨一诏，此后受万人敬仰，连皇上和太后都要礼让3分。怪不得见着众妃都不打招呼。晴儿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啊！本宫是在想，这敬阳长公主究竟发生了何事，竟落得如此样子？听说当年她的丈夫被敌军掳去过，她毅然拼死去救，再然后就不清楚了。原来文字背后竟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啊！走吧。皇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贱人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害本宫丢了6宫之权。皇后娘娘此言差矣，这6宫之权跟我可没什么关系，这得怪浅晴和您的小太子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娘娘，这我要是你呀，是断然不会动手的。这刚被削了6宫之权，难道还要落得一个杜父的名号吗？怕是离冷宫不远了吧？你就不怕我去皇上面前告发你？你去皇上面前告发我，你见得到皇上吗？你就算告发了我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？你觉得你做的天衣无缝吗？皇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整个宫里只有我能帮你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你皇子的储君之位想想吧。月儿，该扶你家主子休息。臣妾告辞。完了，本宫的一切全完了。他竟然夺我6宫之权，他难道就一点都不顾你？
我们的夫妻情分。娘娘，他好狠的心。娘娘，您不要自暴自弃，咱们还有大皇子殿下呢，您好歹得为大皇子殿下着想。娘娘，完了，本宫的一切全完了。我的丫若非要从后宫之中选一位嫔妃作为代表，皇兄，淑贵妃如何？淑贵妃，臣以为淑贵妃贤良淑德，可作为后宫表率。此言差矣，后宫代表当以皇后为首，但这淑贵妃今日风评上佳，定不会失了皇家风范。那就淑贵妃前去安抚流民一事。等等，皇姐，今日进宫，所谓何事啊？本宫进宫就是为了北郊流民一事。皇后去不得，那个浅情就更是去不得。娇娇弱弱哪有干活的样子？去摆着当花瓶吗？那皇姐的意思是？本宫去。既然本宫去了，后宫就不必派品阶高的了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谁去辅助谁。那就交由皇姐自己挑吧。好啊，妃嫔之中不高于正三品就可以。哦，对了，陛下不是新进了位婕妤吗？就选她，如何？皇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淑贵妃她……远兰，就交由皇姐自己挑选。那安抚流民一事就交给尹婕妤了。是臣妾的荣幸，能跟长公主学习。这后宫之中啊，还有如尹婕妤这样的人，还算有的救。多谢长公主夸奖，这后宫之中百花齐放，各有千秋。好生厉害的一张嘴啊！本宫有事要交代于你。等等，这是朕特意命刘思贞为你选的发簪，戴上试试，回来之后另有赏赐。景阳长公主可不是一般角色，你万事多留个心眼。臣妾知道了，臣妾谢过陛下。回养心殿。摆驾养心殿，恭送皇上。做得不错。清河多谢长公主的知遇之恩，多谢长公主助清河一臂之力。那接下来，你就向齐耀汇报我的一举一动就行。公主还有一事，浅情一日不除，必将夜长梦多。谁说不除？只是还没到时候吧。那什么是时候？就等他彻底失了齐耀的心。那恐怕是难了。皇上今日下令让浅情协理六宫之权，想要再除掉他，难。哦，是吗？我看不见得吧。
皇上还是不肯来吗？回娘娘，皇上说今日军中事务繁忙，晚些时候再来看娘娘。是吗？他有那么忙啊？娘娘，还有一事，尹婕妤依安府北郊流民一事，被晋升了嫔位，赐字惠。惠嫔，惠嫔，只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？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？明明那日你还情真意切的。娘娘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个后宫啊，日后可以有的热闹。娘娘，怎么样了？皇上说您已经协理6宫事宜，肯定杂事繁多，就不便御前伺候了。我知道了。娘娘，你要是有什么喜欢的款式，可以画下来让奴婢们替你做呀。他变心了，他没有变心。不了，这个香包啊，还是我自己绣。晴儿，见过靖王。怎么，何时变得这么生分了？快去泡茶。最近开始绣香包了？是啊，香包多好啊，香包都不会自己跑。有道理。这是什么呀？从哪里来的？这不是晴儿的东西啊。晴儿确定？嗯。这个可是皇兄亲手交付于我。晴儿从未收过任何密报，晴儿也断然不会做出危害江山社稷和不利于黎民百姓的事情。晴儿，你最近身边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？多谢王爷提醒，晴儿知道了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。好了，查明真相的事情就交给本王，你呢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多去关心关心皇兄，他整日在养心殿操劳国事，小心别被旁人趁虚而入了。安儿，走，带上弟子糕，我们去养心殿。臣妾见过皇上，这是臣妾刚做的栗子糕，第一次做，手艺还不娴熟，希望皇上能够喜欢。清河做的栗子糕，最符合朕的口味。清河，一口一个清河，这口吻竟如此亲近。朕就爱吃你做的。皇上要是愿意的话，臣妾以后天天给您做。娘娘，琪儿，你曾经唤我晴儿的时候，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？安儿，我们走。贵妃娘娘，郡主为何如此慌张？赵贵妃正在长孤清河姐姐，如果再打下去，姐姐就毁容了。
请娘娘看在轩儿的情分上，去救救清河姐姐吧。快走，郡主，快跟我走，慢点。谁给你的胆子直视本宫？嫔妾知错了。不要以为你得到了皇上的宠爱，皇后的庇护，便能在这后宫中横行霸道。今日，本宫便给你个教训。来人，继续掌嘴。是。住手！贵妃姐姐，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本宫刚随太后回宫，入了寝殿，便见到这贱人鬼鬼祟祟的在本宫宫内翻来找去，真是不知规矩的东西。如今舒贵妃协理六宫事宜，敢问本宫教训的不对吧？如此说来，的确是惠嫔之错。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嫔妾无从辩解。惠嫔，本宫和昭贵妃也不是有意为难你，希望你今后能洁身自好，不要再惹是生非。皇上驾到！臣妾见过皇上。臣妾见过皇上。出什么事了？皇伯伯、清河姐姐快被他们欺负死了。皇上，是这个惠嫔擅闯臣妾的内殿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做些什么。舒贵妃可知此事原委啊？臣妾不知。不知。皇上，是臣妾愚钝，没能完成好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还引发如此祸端，臣妾知错了。清河，没事吧？是朕不好。皇上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昭贵妃随太后出宫礼佛，孝心可见。朕有要事缠身，特意嘱咐惠嫔将朕准备的惊喜偷偷放于昭贵妃宫中，没想到竟惹出如此事端。臣妾不知啊。朕命你协理六宫事务，你就是这样给朕交答卷？是臣妾疏忽了。你们太让朕失望了，非要把人逼死你们才开心吗？都给朕回宫反省。